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宋威龙新剧热播，剧情争议引爆观众热议。你见过电视剧还能这么自信的吗？5月的国产剧扎堆上线，古偶市场像打翻的麻辣烫，啥料都有。就在大家以为冷饭炒不出新花样的时候，韶华若锦扛着高颜值、双向奔赴、甜宠权谋这些大字牌，神气活现地上了场。你以为他能喂饱挑剔的嘴吗？对不起，刚看第1集，脑袋里的白眼翻了个天花板。出轨、捉奸、分手、小三，狗血开局，直接拉满，连开机画面都带点修罗场气息。这句口号喊得山响，上京约会，好运随你，就问观众买不买单。所有的古偶剧只要带上高颜值权谋甜宠组合拳，就能封神？我看未必。说好听点，韶华若锦是恋综加权谋双管齐下，甜里灌刀子，刀里加糖，但打开电视发现是啥创新都没有，连剧情都跟隔壁小区的狗剩日常八卦差不多。宋威龙演冷面战神，包上恩来一个精灵少女，别看2个人美得跟闹新春晚会似的，剧情一发车，咋就到老婆捉奸、婆媳互对这一步了？网上热评一大堆，有人欢乐，有人骂街，吵得跟菜市场价格战一样热闹。导演杨磊压轴，演员阵容号称顶流大礼包，可惜有的观众早认清套路，又来这一手，服了。但你以为就爆雷了吗？这剧还会玩花样，留悬念，半点不浪费。讲道理，这剧的优点是成色不假，帅哥静媚，风花雪月，打包奉送。主演宋威龙前面在相思令里表现就有口皆碑，包上恩那张脸自带光环，两人古装一上身，立马就赏心悦目4个大字在脑海刷屏。尤其包上恩，甜妹天花板的名头不是白叫的，他那种一笑秒杀全场的本事，看得一众网友嗷嗷舔屏。可真要抛开这2张皮，剧骨子里还真有点审美疲劳。故事以上京味舞台，权谋、悬疑、恋爱3合1，看着像兼顾8方，其实满满都是套路。在家里，阿姨们讨论情节，直说这比表侄女的初恋还狗血。小年轻也跟着吐槽，我妈还以为开的是家庭剧。有吃瓜群众坐等反转，也有剧粉死守 CP， 但都在等着看看这锅狗血还能怎么翻花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导演杨磊老江湖，荧屏上玩过不少大制作，这回把权谋线、甜宠叙事揉成一锅乱炖，主打一个清洗加反套路，可万变不离其宗，哪里拎出点叫得响的新意？情节设套、抓奸出轨，每一环仿佛都能在隔壁家暴8点档里找到影子。老百姓吐槽到位，怎么每一幕都像自家楼下发生过？剧本敢不敢再用点心？表面上剧组是信誓旦旦喊要掀古偶剧新浪潮，可真播出来，观众却陷入了既视感地狱。一波爆点过去，似乎风平浪静，但一查弹幕，你能看见海量的鸡蛋碰石头。干嘛非要狗血开局？内卷成这样还叫创新？编剧，你对出轨有执念吗？这种声音越来越多，不再是个别抱怨，简直像论坛老哥组团发难。再看正方粉丝打鸡血似的安慰大家，后面大型反转。问题是，观众的耐心跟羊毛裤似的，一年能洗几次就那样，抹来抹去也没多厚。这种捉奸开局的套路，发个毒誓都能让人背下来。剧情要稳定输出才算真本事。有人观众为颜值买单无可厚非，但一味颜级正义能撑到几集呢？难不成我们为了看几张青春的脸，就能容忍剧情一次次拉低下限吗？不说别的，剧情里头的多条 CP 线表面春风和煦，实则隔三差五撕成麻花。
甜宠的外皮包不住三观不正的内核，什么直男驯化指南，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小学生偶像练习赛。那些权谋悬疑都是装门面的调味剂，真要到关键时刻，无非还是哪户人家贴对联，还得看媳妇跟婆婆能对上几句嘴。这些反对声音不断扩散，观众从粉转路，吐槽热度不减反增。剧方信誓旦旦的创新，也跟明日股市一样，今天冲高，明天就跳水。风暴暂时平息，但质疑从未消失过。没想到吧，正当许多观众准备关掉播放器，说一声再见不送，剧情突然上演大反转。原来前10集高举狗血大旗，不过是障眼法，人家后面才是真的下猛药。权谋线一下升级成智商修罗场刑部门查账案杀出冷不防，原本小情小爱变成朝堂明争暗斗。江旭和明谈表面的甜蜜，背后却是刀光剑影。真相大白，甜宠只是糖衣，里面包着实打实的悬疑与权谋，是糖里加核桃，细细一咬，满嘴碎渣。你以为宋威龙和包尚恩的演技只不高颜值？导演偏不遂你意，直接放大难度，把两人从无脑谈场拉到拼内心戏。江旭从冷面战神蜕变成智计百出的查账高手，明谈则由娇俏甜妹变身反套路大女主。演员们在一男女主角里斗智斗勇，悬疑气氛愈发浓烈，直接把一堆吐槽党拉回了坑里。剧中的多组 CP不再是那种你来我往的小情小爱，而是命运共同体式的并肩作战。这种大转弯把一众吃瓜群众看得一个机灵，弹幕区都快被逆风翻盘，剧本杀了我刷屏。原本满怀恶意等着剧方扑街的，最后发现剧本藏了层皮，惊掉一地眼镜。曾经戏谑的观众，如今在群聊里细琢磨隐藏线索，连带着权谋大戏的标签越来越响。导演杨磊的这记老谋深算，不仅点燃了后半程的热度，还成功收割了狐疑半天的黑粉，堪称一出反转好戏。之前预埋的每一个狗血细节，全部在高潮段落找到解释，原来一切皆有安排，真相并不简单。正当剧情热度升腾，弹幕里一派回头是岸，你以为这剧从此步步高升 ？Too young， 明线里一切稳了，暗线悄然发酵。一些观众的质疑重回视野，前面狗血太过悬疑线加砸甜宠会不会四不像？大家刚刚打算原谅，结果新麻烦又来了。套着权谋外壳的爱情剧，难免左右为难。喜剧时观众嫌冒傻气，严肃时又被吐槽装腔作势。好不容易糖和刀咬到一块，一身甜腻还没消化，又来一把刀子冷不丁扎进心窝。剧情节奏快慢不一，风格摇摆不定，观众凌乱的一地鸡毛。于此权谋查账案沦为工具人，只为让男女主多点亲密互动，结局意外留白，把大家的心悬在半空。此时粉丝和黑子彻底对立，网络互怼升级。既然说好了新古偶天花板，剧情咋又鸡飞狗跳？权谋线是打酱油的吗？最后查出啥了？观众一边抱怨主创明明可以靠脸，非要折腾，一边又死守在更新界面，生怕漏过什么新爆点。吐槽归吐槽，追剧还是得看完，毕竟都下了锅的菜，谁舍得中途离席？各种分歧越吵越烈。喜欢甜宠派觉得至少有点意思，严肃派咬牙切齿，真把我当韭菜割啊！看起来平静，实则水下暗流汹涌。大家嘴里喊着真香警告，心里却不断怀疑这是创新，还是无厘头古偶又添新套路。说了这么多，起来韶华若锦这碗麻辣烫料是够多，就是味道有点怪。你要说它创新，确实狗血桥段玩出了悬疑；你要说它走心，甜宠直男驯化看多了还是那一套。演员颜值确实能打一打，
天花板这词也不完全是广告，可剧情的鱼龙混杂，多少有点辣眼睛。观众你要追，冲着新鲜劲儿倒是可以，但要啃出琅琊榜之否那种细品慢嚼的后劲，不太可能。正方吹爆，反方冷讽，现实只剩一句大实话：有热点，有流量，但离封神还差2把火。主创团队辛苦，大家也都看在眼里，但别指望观众永远被套路忽悠。光有脸蛋不够，剧情才是底气。下次能不能少点狗血，多点新意？别总指望观众为糖穿针引线，看半天连个针脚都摸不着。夸归夸，吹归吹，粉还是那碗老粉，该冲的还是得冲。你觉得《韶华若锦》这种狗血加甜宠加悬疑权谋的古偶大杂烩是古装剧的新高度，还是披了马甲的老套路？你是坐等反转的真香型，还是能不能别再用颜值忽悠观众的冷静派？快来说，这种标榜天花板的剧，真有你心中那座楼那么高吗？